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制定讲堂的启蒙论坛，我是郝广才。阿叶，我问你，大桥是我造，要从桥上过，过桥费拿来，有错没有错？好像没有。但如果桥是政府造的呢？该不该收费呢？如果政府造桥不收钱，能得到什么？从问题会想到下一个问题，是思考的大进步。我来说个过桥费的真实故事。1844年8月1号，法国政府刊物《桥梁与道路年鉴》有一篇关于公共工程效用的衡量，作者是谁呢？杜皮。他从如何计算过桥费，提出了全新的经济学概念。肚皮他站在什么真相的入口吗？这又改变了什么？杜皮是法国桥梁和道路的首席工程师，他直问财政部长，为什么造桥的钱没有拨下来？财政部长说，不赚钱的工程要重新审核。审核标准是什么？当然是收回的钱要超过维护的成本。英国普鲁士在抢建铁路、造大桥，我们再不迎头赶上，法国会变成落后国家。问题是钱不够，真不知道他们哪来的这么多钱。道路通，贸易大，税收多，法国的土地是英国的2倍，人口是3倍啊。英国的贸易量呢，反过来是法国的2倍，所以它比法国有钱多了。现在英国兔子跑的是铁路啊，我们做乌龟居然还在睡觉。那来提高过桥费如何？看表面，造桥是政府花钱；看实质，造桥是为了人货流通，政府会收到更多钱，甚至不收钱也有赚。你好像没有听懂啊？你有没有科学的讲法？有个图表什么的？因此，杜皮自修经济学，他提出了价值的主观性，就是过桥运货的商人和散步过桥的旅客，过桥的价值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他们付费的意愿呢，有高有低。他画出经济学第1章需求曲线图，纵轴是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，横轴是物品量。这图要怎么看？你愿意出100块，我跟你收20块，你感觉赚多少？傻瓜都知道赚了80了。如果你愿意出70块呢50啊，你是不是感觉我是傻瓜？纵轴是以100为最高点，画一条线到横轴物品的点，出现什么形状？是三角形啊，你真的感觉我是傻瓜？在20块的价格点画一条横线，价格线以上的三角形代表什么？是所有付钱的人感觉赚到钱的总量。你看，傻瓜也能懂啊。这块三角区就是相对效用。桥不收费，收入等于0，但创造的相对效用最大，就这三角形最大，所以把收入0看成没有价值是大错误。提高过桥费，直觉上国库收入增加，反而造成很少人过桥，消费者损失的相对效用大于政府收的钱，整体更不划算。人过桥感受到的便利超过愿意付出的钱，这个差额就是国家的财富。所以公共建设可以不计代价吗？不是，不要钱也没有几个人要过的桥，有再多钱也不造。例如国王的行宫，它再小都是浪费，因为修到国王行宫的道路要花很多钱，
但没有其他人会走。最浪费的是什么？是国家花钱雇我设计桥，却不给我钱来造桥，那浪费钱又浪费我的生命。同样的争论发生在修堤防，他力主要算50年的洪峰，其他官员认为堤防不能收费，投资报酬是0，不如迁走灾民。他认为花100万修堤防能保住价值1000万的农田和城镇，就赚了900的相对效用。因为法国1847年通过了水利法，里面包含了几率性的预估，50年以上才发生的洪水也要每年花钱维修。奥斯曼大改造巴黎时，杜皮任巴黎总工程师，要建许多喷泉，供水系统花费巨大。杜皮提出供水分3段收费：一、生存用水，没有这桶水，人民会死，价格最低，接近免费，相对效用最大；二、卫生用水，不喝不会死，但影响卫生和疾病，相对效用中等，按成本收费；三、奢侈用水，喷泉只是美观，相对效用最低，但权贵愿意付高价收费。这是基本量低价超额最高价的收费制，是社会福利的先驱。他的洞见没有受到经济学的重视。40年后，英国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剑桥写经济学原理的时候，他想不出如何量化消费者的满足感。他看到了杜皮的文章，还有他的三角形，发现他讲的桥和水换成茶叶和盐，原理是一样的。他把相对效用改成了消费者盈余，这块三角形就明确了。杜皮反对阻碍私人企业发展的税收，私人企业呢比公家管理好很多，但是教育、卫生、交通这种消费者盈余大的产业，政府应该补贴。如果政府不介入，国家会失去最大块的盈余。光有一种知识不够用，知识和金钱一样，会运用才是力量。对，杜皮学什么知识都不是用来装饰，最可贵的是他会据理力争，据理行动都是根据理性和科学来的。他不迎合权力。我们现在台湾可怕的是无理乱斗，为了权力，听到2乘2等于7，不敢说错，还说7也不是不可以。